俄乌和谈暂停，双方重新回到战场主导的局面。就在这种时候，美国却发布一篇报告，声称莫斯科几乎可以肯定这场战争一定会获胜。五角大楼那边也传来消息，赫格塞斯直言说，援助乌克兰使美国的弹药库存减少，影响了美国对伊朗作战。先是发文长他人志气，又这样明晃晃的抱怨，难道美国真的要如很多人所言，打算抛弃乌克兰，转而拥抱俄罗斯了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俄媒证实，由美国协调的三方谈判目前已经处于暂停状态。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蒂西伊也承认，下一轮三方磋商已经被推迟了好几次，原因倒也直接，美国的精力被中东战事拖住了，暂时没办法兼顾乌克兰这条线。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出现在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拿出来一份2026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直接给乌俄战场态势定了一个调。报告里的原话是这么写的：莫斯科几乎可以肯定他将在乌克兰战场上获胜，并按照自己的条件迫使双方达成解决方案。加巴德进一步解释说，克里姆林宫现在打的是一场持久消耗战，他们赌的就是时间和资源，赌他们最终会拖垮乌克兰的防御。报告还披露说，虽然俄军在战场上损失惨重，但他们的地面部队不但没缩水，反而还在增长，空军和海军更是保持完整，有些方面甚至比开战前还能打。而且俄罗斯正通过深化和朝鲜等国家的合作来对冲北欧的制裁压力。报告还扔出来一个重磅炸弹，战争的持续正在急剧增加俄罗斯与北约部队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说白了，美国情报界给出的结论是，俄罗斯现在既有战场上的主动权，也有战略上的回旋余地。可以说，这一份情报直接把俄罗斯的强大吹到了天上。这一份报告已经足够乌克兰焦虑了。紧接着，赫格塞斯又添了一把火。他说，美国到现在还在处理拜登留下的烂摊子，装备库存没送到自己军队手里，全送去了乌克兰，结果导致库存减少。明明弹药就应该用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再加上最近中东局势升级，伊朗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脖子不松手，还发了疯了一样去炸邻国能源设施，导致全国油价飙升。特朗普索性松口，放松了对部分俄油的制裁。虽然只有30天的豁免，但是泽连斯基在会见马克龙时直接算了一笔账。这一轮临时放松可能会给俄罗斯带去额外100亿美元的收入，这一下足够俄罗斯吃紧的财政狠狠松一口气了。这一套动作下来，很难不让人重新想起那个猜测：特朗普跟普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难道美国真的要舍弃乌克兰吗？其实这些猜测纯属无稽之谈，毕竟乌克兰把俄罗斯拖了整整4年，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乌克兰明显越打越强，所以美国不可能轻易放弃乌克兰。赫格塞斯说，乌克兰消耗了美国的弹药库存，这个说法有问题，但是也不能说错。防务快报专门发了一篇分析，直接把美国对乌援助的清单拿出来溜了一圈。在过去，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装备总价值大约665亿美元，涵盖了100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但这里面超过90%都是地面作战资产，例如350万发炮弹、300辆布拉德利战车、31辆艾布拉姆斯坦克。然而和乌克兰不同，美国在中东打的可是空袭，地面装备和空袭弹药，双方作战资产并不重叠。真正双边能用的武器倒是也有，主要是毒刺防空导弹和 AM9M 空对空导弹，还有更关键的爱国者拦截弹。中东拦伊朗导弹需要，乌克兰也天天喊着要。问题是这本来也是稀缺货，所以说乌克兰确实消耗美国库存了。但是真要说起来，远没有赫格塞斯说的那么严重。而且乌克兰现在对于美国来说还多了新的价值，就是乌克兰这4年在战场上被俄罗斯磨出来的技术与经验。3月15日，泽连斯基对记者透露，他正在推动和美国签署一份无人机协议，这份协议预计价值350亿到500亿美元。按照他的说法，乌克兰愿意把自己的无人机技术和生产经验共享给美国，双方可以搞联合生产，生产出来的无人机两国各取所需。说1000到1万，不如真金白银来的实在。而美国在实际行动上其实早就把态度摆在了台面上。先看最硬的指标，2025年12月18日，特朗普签署了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总额高达9010亿美元。在那个时候，外界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金琼导弹防御系统、军人加薪这些大项目上，但法案里还有一项要求，在未来2年每年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4亿美元听起来不多，和拜登时代动辄几百亿的补充拨款没法比，但这里面有个关键区别，以前的援助是应急特批，国会每次都得单独投票拨款，吵得不可开交，而这次是作为固定条款，直接写进了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意味着对乌援助从临时工变成了正式编制。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个机制 POIL，
全称是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这是2025年7月推出的一个全新援助模式，由美国和北约共同推进。它的设计逻辑很巧妙，本质上是武器外售的模式。美国不再直接从自己的库存里往外搬东西，而是把清单列出来，美国负责供货，欧洲负责买单。到今年2月，已有24个国家加入了 POIL 机制，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2个非北约成员。光是2025年，这个机制就筹集了大约45亿美元。2月10日，英国国防大臣席利确认，英国将向 POIL 追加1.5亿英镑，用于为乌克兰采购关键防空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目标更宏大，今年通过 POIL 再筹集150亿美元。通过 POIL， 乌克兰拿到了美国武器，美国赚到了钱，欧洲赢得了一份安心，简直是一举多得。所以美国不可能就这样放弃援助乌克兰。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美国无意放弃乌克兰，为什么又要释放出这么多似是而非的信号？那份把俄罗斯吹上天的情报报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加巴德这个人立场本身就不太对劲。他以前是民主党议员，后来转投特朗普阵营，在情报总监这个位置上一直争议不小。过去这些年，他多次公开质疑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甚至在2022年战争爆发初期就说过是美国无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才导致了战争这种话。那他这份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到底代表了谁的声音？而美国释放出这么多信号，答案其实也早就给出来了，就是赫格塞斯的那句话：弹药就应该用来维护美国自身利益。这句话听起来刺耳，但它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战略调整，这次调整针对的对象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美国对俄战略的底层逻辑其实始终围绕着需要俄罗斯强大，但不能太强大这个主题进行。一个适度强大的俄罗斯可以持续牵制欧洲的战略注意力，迫使欧洲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从而巩固跨大西洋联盟。然而，一个过于强大，甚至有能力重塑欧洲安全秩序的俄罗斯，则直接威胁到美国在欧洲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关系出现了有限缓和，与俄罗斯走近也便于美国重新掌控全球秩序。因此，美国当前的目标并非彻底击垮俄罗斯，而是通过乌克兰对其进行长期可控的消耗，将俄罗斯控制在可控范围内。正如报告所定调的，俄罗斯是北约东部持续但可控的威胁。美国情报界高调渲染俄军实力，其实也是为了制造紧迫感，敦促欧洲加大投入，同时也为国内军工复合体需求提供依据。压力最大的是欧洲，这是美国战略调整最显著的一环。在2月的北约防长会议上，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提出了北约 3.0 愿景，其核心是让欧洲自行援助乌克兰，全面接管前沿防御、区域威慑等常规作战任务，而美国则专注于提供核保护伞、战略情报等高端支持。为此，美国不仅计划削减驻欧美军，还要求欧洲国家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而这些本质上其实是美国对欧洲国家态度的转变。美国需要他们自身更加强大，欧洲的回应则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战略自主，欧洲强调必须成为自主的地缘政治力量，但是欧洲国家又不得不承认，在军工产能、核威慑等关键领域仍深度依赖美国，而这也是他们未来需要发展的方向。而乌克兰就好多了，作为美国制约俄罗斯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4年，乌克兰能够持续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将俄罗斯牢牢拖在东欧，使其无力在其他方向挑战美国利益。到了现在，虽然美国的目标发生了转变，从最初帮助乌克兰取胜，转向了防止乌克兰彻底失败和消耗俄罗斯，但乌克兰要做的事其实还是那些，因为美国根本不可能放弃乌克兰，依然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以确保谈判地位。在这个战略转向中，乌克兰要做的就是顺应美国的调整，加强和欧洲的合作，同时谋求自身的强大。事实上，乌克兰确实也在寻求自我角色的转变。3月16日，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蒂西伊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一个数字，在过去几周，已经有11个国家向乌克兰提出请求，希望获得反无人机方面的技术支持。乌克兰已经向阿联酋、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派遣了201名军事专家，还有34人随时准备出发。这些人过去就是教中东国家怎么打见证者无人机，没人比乌克兰更懂这件事。过去4年，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数以万计的见证者，乌克兰硬是摸索出了一整套打法。3月17日，泽连斯基在英国议会演讲时说得很直接，乌克兰现在每天能生产2000架拦截无人机，其中1半可以供应给盟友。乌克兰这样主动介入中东的反无人机行动，目的就是为了稳住欧洲军援，避免被遗忘，并且以实战经验换取核心装备，还可以拓展外交空间，为乌克兰争取更多支持，可以说一举多得。所以我们再看美国释放出的信号，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五角大楼战争事务助理部长齐默尔曼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说了另一番话，他明确表示，美国寻求的是基于可信安全保证的持久和平。
这意味着一支强大的乌克兰和强大的欧洲。这表明美国要的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小弟了，而是更加强大的欧洲盟友，还有更加强大的乌克兰。乌克兰和欧洲也在顺应转变，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国际局势中，只有自己强大才是真的强大。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和欧洲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真正独立强大起来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